好了，各位，今天的直播題目就開始了。但今天講的題目其實有一點令人傷心。為什麼傷心？是因為你在世界各地都會看到這種事情。你以為不會發生，但偏偏就是有人比你邪惡，比你壞，比你不在乎人類的底線。各位同學晚安，我是朱學恆。今天要講一個美國教訓，一個認不出老朋友、認不出自家幕僚的總統，怎麼一路選舉選到辯論台上，最後當眾崩盤。主持那場辯論的 CNN 主播塔普爾，當下沒追問，事後寫書大賣。但真正的問題是，那支幫他簽名的自動簽名筆到底是誰在操作？我們準備要正式開始了。我是朱學恆，今天是2026年6月3日，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失智的拜登如何騙過民主黨，拱手讓最恨的川普上台。我們會講到自動簽名筆，會講到喬治·庫隆尼，會講到政治局，會講到塔普爾，會講到馬，我們不會講到馬。各位同學準備好了嗎？我們開始嘍。今天的定場詩是筆下乾坤主未知，深宮五子代為持，龍庭終是他人作，誰執朱筆到此時。今天我們要講的內容呢，在我收集資料的過程當中，發現可能是因為事件發生了，或者是事情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了，所以在中文世界沒有很多人在做這一件事情的研究，沒有很多人去思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會讓川普如此厲害的絕地逢生反撲，然後當上總統。但由於本台就是一個很愛深究各種各樣的真相的單位，所以我們要跟各位開始討論這一題。當年的拜登究竟是如何騙過層層的篩檢、層層的阻擋，最後竟然讓整個民主黨大敗，拱手把整場選舉送給川普？我先給各位想象一個畫面，一個房間裡面有一張桌子，桌上有一支筆，筆自己會動，會簽名，簽出來的字呢，跟總統親筆一模一樣。這支筆叫做 Auto Pen， 中文叫做自動簽名筆。他簽過行政命令，簽過特赦令，簽過放走聯邦死刑犯的減刑令。現在問題來了，誰控制了那張筆？也就是我們前幾天講過的，如果趙高可以假造，趙高可以創造假的這個詔書的話，那這相當於白宮的詔書啊。那白宮的詔書是誰在操作的？你會說，當然是總統操作的嘛，那是他的筆啊。問題是，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如果這個總統連自己最親近的幕僚叫什麼名字都想不起來，連幫他募了3000萬的大明星站在面前都認不出來，那麼他授權的這支筆操作的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整集要講的事情啊。一個美國總統 Joe Biden 在他任期的後半段被自己的團隊形容成什麼？我引用書裡面的話說，最多算是一個5人董事會裡面，拜登是掛名董事長，各位是掛名的董事長。那真正開會、真正拍板、真正操縱這些筆的是另外那幾個人。所以各位，你要先搞清楚這個位置的重量啊！這是美國總統，世界上最強的國家的最大的位置，這不是哪間公司的董事長打瞌睡，下面人代簽報賬單而已。這是美國總統這個位置，手上握着全世界最大核武庫的發射密碼，握着一句話就能改變幾億人命運的行政權。這個位置如果是空的，如果是被
操縱的傀儡，那填進那個空位人，不管他是誰，就等於沒有經過任何一場選舉，掌握了地表最大的權力。現在在聽直播的各位，你現在心裡的 OS 應該是：哎，不對呀，美國有憲法、有國會、有內閣，有那麼自由的媒體，怎麼可能讓一個這種狀態的人一路選到逼近連任呢？問得好。這正是今天最殘酷的地方，因為答案不是沒有人發現，答案是每一個人都發現了，但每一個能喊停的人都有他不喊停的理由。這不是一個壞人騙了好人的故事，這是一整個系統集體決定不去看那個房間裡面真相的故事。一支自動筆，5個人，外加一個假裝什麼都正常的民主黨，外加那5個背後操弄的幕僚。我們今天把這一個悲劇打開來給各位看，沒有人在做決定。來，我們把一切事情推回到那一天。你看，這個是我們剛講的封面的那本書，叫《Original Sin》，是 Jake Tapper， 就是當年的 CNN 主持人所寫的。那背後呢，到底有哪5個人？5人董事會為什麼沒有人出來講話？為什麼沒有人說他們？原因很簡單，自然是因為都有各自的利益呀。李凱蒂、李德、克萊恩、多黎農、吉爾是他老婆。你看這個問題就是，如果拜登衰退的那麼明顯，為什麼憲法、內閣、媒體全部都失靈了？到底是誰在治理那個國家？那想讓他連任好繼續操作的人，後來怎麼了呢？來，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悲劇。我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那個悲劇真的很有名。我當天好像有在看轉播，甚至直播了那個故事。那這是什麼故事呢？請你回憶一下。2024年6月27號，亞特蘭大 CNN 的總部 CNN 主持的辯論。辯論開始之前，第一夫人 Jill Biden 走進旁邊的都是金主的房間，那裡坐着民主黨最大的一批金主。他跟大家說了一句話，他說 ：“Joe is ready, he's in good shape。”拜登準備好啦，他狀態很好啊！各位記住這句話，記住這句話。90分鐘之後，拜登的準備好，拜登老婆說的準備好，被打成什麼樣子，全世界都看到了。拜登一開口，聲音是沙啞的，幕僚事後說是重感冒。他講話講到一半會停住，會迷路，會張着嘴愣在那裡，眼神空掉。川普在旁邊一句一句的攻擊，他完全接不上。然後他講出一句讓人家記一輩子的話：“我們終於打敗了聯邦醫療保險。”在聽直播的各位啊，體會一下那個場面。你對面站着川普，一個全民主黨跟你自己拼了老命想要擋下來的人，正在用最尖酸刻薄的方式攻擊你，而你站在那邊，麥克風開着，全美國、全世界都在盯着，你卻找不到話講，你怎麼想就想不出要回什麼話。那不是輸掉一場辯論，那是一個人在最需要證明自己還行的那一刻，當着全世界的面證明了自己不行。打敗了聯邦醫療保險，聯邦醫療保險是民主黨最引以為傲的政策，沒有人知道他原來到底想講什麼，沒有人知道，連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接下來我要講的這一段，實在不好笑。
可是很荒謬，因為那一頁在美國已經不是批評了，是心碎。CNN 的評論員 Van Jones， 他在鏡頭前面掉眼淚，他哭了。那是一個光頭的黑人，他說這是個好人，他愛他的國家，他已經盡力了。大家停下來講，可是他今晚要過的這一關，他沒有過。前白宮發言人沙奇啊，後來回想那個夏天，他說那是令人心碎的。他說他的第一個念頭不是完了，川普要贏了，他的第一個念頭是他還好嗎？我擔心的是拜登這個人。前加州第一夫人施萊佛也說，他愛拜登，知道他是個好人，但那一頁在很多層面上令人心碎。你聽出來了嗎？這些人講的不是政治，講的是一個他們認識的幾十年的人，在全世界面前快速的衰老，而且快速的衰敗。而最讓人痛心的是你心中的那一團火。一個前拜登白宮官員在受訪的時候跟記者講，他說這很令人難過，但也讓人火大。想到那麼多聰明人一起說謊，一起把一個失智的拜登推到最後，躲無可躲，避無可避，說他還可以啊，你看他還會簽名，你看他還會講話，他還可以提告嘞。這種痛心跟難過，記住這個想法，我們整集都會回來看這件事情。而且這個心碎跟崩潰是有層次的，一階一階，一波一波的。先是金主，這些金主呢，辯論前才被這個拜登的老婆 Jill Biden 當面保證說他準備好了。那一批大金主看完90分鐘的辯論，臉全綠了。再來是黨內的操盤手，奧巴馬的前競選經理普魯夫，當晚在 MSNBC 上講，他說這是一個戰備一級警戒的時刻。資深參議員麥卡斯基說得更白，他說拜登今晚本來只有一個任務，就是讓美國相信，他雖然這麼老，但他撐得住。結果他失敗了，連眾議院前議長 Nancy Pelosi， 就是讓台灣失去了台灣海峽中線的那個老太婆，據說當下他在旁邊脫口而出一句說 ：“God, you will be heard。”意思是天哪！結果我沒有派 Kamala Harris， 媽呀！各位，這個2年前，你回憶一下，2024年的6月，一個晚上，從金主到黨魁到整個民主黨集體心理，從雲霄飛車了，太好了！我們今天一定是痛擊川普，從我們會贏瞬間掉到我們完了，我們完了。Joe Biden 呢？他老婆吉爾呢？那個辯論前說他準備好的 ，He's ready 的人，他2年後才承認。那一夜，他坐在台下，看着台上的丈夫，嚇壞了。他說，他當時甚至懷疑他是不是在台上中風了。注意這個時間差，他嚇到以為是中風了，是2年後書都出了才講的。而當下他對着一屋子金主講，是他準備好了。同一個夜晚，同一個人，2套說法差了2年，哪一套是真的？你各位自己判斷。因為那一夜真正崩塌的，不是一場辯論的表現，是2年來那句他準備好了，他準備好，他沒有問題，他沒有失智的謊，在90分鐘內當着全國的面一次還清，一次吐回來了。傑森令說，其實有更大的問題，民主黨根本沒有中長期的接班人規劃，所以拜登出事後完全沒有後備方案。的確，但是問題是誰讓民主黨完全沒有後備計劃？是拜登身邊的這些人，他跟整個黨內說，我們都準備好了，我們超讚的，所以不用擔心沒有接班人。
就等4年後我們再找一組接班人就好了。各位在聽直播，心裡有點熟悉，也有點酸楚的各位，我跟你講，真相從來不會準時抵達，它只會在最不該到的時候，你最沒有準備好的時候一次到齊。那一夜之後啊，所有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怎麼會這樣？拜登平常不是這樣的啊，拜登平常不是這樣，他看起來談笑風生，他看起來好棒棒，很正常啊。對，拜登平常不是這樣。Original Sin 這本書裡面告訴我們，那段時間世界上有2個拜登。作者訪問了超過200個人，大部分是民主黨內部、白宮官員、國會幕僚，他們拼出了一個概念，叫2個版本的拜登。一個是能運作的版本，就是大家在剪好的影片裡面看到那個還算有精神的老先生；另一個是不能運作的版本。這個版本呢，內部團隊用盡全力，不讓大眾看到，不讓國會看到，甚至不讓內閣看到。怎麼藏？我講幾個書裡面的場景，讓你感受一下。第一個，拜登認不出人。書裡面寫，早在2019年底愛荷華初選造勢的時候，他就一度叫不出自己核心顧問的名字。到後期更明顯，書裡說他連自己的國安顧問Jack Sullivan 蘇利文，跟白宮通訊主任，甚至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名字，他都會卡住想不起來。你想象一下。這些是天天跟他開會的人，是他自己團隊的核心成員。一個人開始叫不出每天見面的部屬叫什麼。在聽直播家裡有長輩的各位，這個畫面代表什麼？你心裡大概都有數。我不下醫學判斷，我只講書裡面記錄的事實。第二個是最知名的喬治·克隆尼的場景。喬治·克隆尼是個老帥哥，風度翩翩，而且很挺民主黨，也是拜登的好朋友。2024年6月，洛杉磯一場好萊塢的募款餐會，喬治·克隆尼呢，大明星、超級金主，幫他認募了一大堆的錢，站到他面前，拜登沒有認出來。拜登說：“哦。”旁邊幕僚趕快補一句啊，這是喬治·克隆尼呀！拜登才反應過來說：“哦，對，嗨，喬治。”克隆尼後來怎麼形容那一刻？他說他震驚到頂。這是一個他認識很多年的人，結果他震驚到頂了。第三個，這本書最讓人嘆為觀止的部分，是掩護的技術。怎麼掩護？相信各位還看得到很多熟悉的狀況。我們現在講的仔細一點，幕僚是怎麼把那個不能運作的版本、不能運作的拜登藏起來的？走路，拜登走路步態不穩，所以幕僚會刻意走在他身邊，說是陪同。實際上是隨時準備在他快絆倒的時候接住他，順便用身體擋住鏡頭的角度。第二個，拍影片，為了掩蓋他講話會中斷、會語無倫次，總統的談話影片改用雙機拍攝。為什麼要雙機？因為你用雙機後製就可以卡接。把它卡住，重複接不上那幾秒，神不知鬼不覺的剪掉。各位，這不是修圖這是在後製一個國家領導人還能不能把話講完。在台上走位，我跟你講，另外一本書《Fight》寫得更絕。
在募款參會的會場呢，幕僚會事先在地板上貼那個熒光膠帶，像幼稚園老師排隊一樣，哎，大家排排坐吃火鍋啊！拜登寶寶跟我一起來，他會拉出一條線，引導總統走到講台那個 podium， 這個講台前面，免得他在台上迷路，他會迷路。而講話怎麼辦？這個曾經是全世界、全美國最能講話多到關不了機的政治人物，到最後連在參會上隨口寒暄這種場合，都要死盯着 prompter 提詞機上預先打好的短句來念。還有名字，拜登記錯名字的能力比我還要嚴重，他會把 Jack Sullivan 國安顧問叫成 Steve， 然後把白宮的通訊主任，就是發言人，直接叫成 Press， 直接叫成媒體，然後連天天見面的核心幕僚名字都被他換成職稱的代號，誇張了吧？你叫 Consultant， 你叫這個 Press， 然後你叫這個Communication。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若把這幾條疊在一起看，有人扶着他走，在旁邊隨時夾住他，有人幫他跳接剪片，有人在地上貼膠帶，有人在提詞機打字，而他連身邊人的名字都叫不出來，這已經不是幫長官打點生活了，這是一整組的專業團隊全職的維持一個總統還行的幻覺。甚至書裡面還提到一個讓人背脊發涼的細節，幕僚私下討論過，如果拜登連任，要不要先準備好一台輪椅？要不要先準備好一台輪椅？哎呦，我的 Facebook 又沒有聲音了，但是我的麥克風已經設定正確了，所以怎麼辦？好啦，跟各位講，你如果在 Facebook 上聽的話，趕快跳來我們的 YT 上面，好不好？因為我真沒辦法，這幾天 Facebook 都搞不定。先關掉吧，怎麼辦呢？難得那邊有3個人啊。好，所以我要繼續講下去啊。你想想看，一群總統的幕僚，他們討論的是，如果他當選，我們要準備好一台輪椅。哇靠，這真沒辦法。輪椅哦，這一群幕僚在規劃的不是政見，是輪椅，是他將來是不是不良於行的，接下來要怎麼辦？而且在聽直播的各位，這道牆不是白砌的，不是白白的異物弄出來的。守牆的這些守門人，有些是出於忠誠，但《Original Sin》這本書還丟出一個更直接冷酷的指控。書中聲稱這群核心幕僚有人在競選開跑前開口要一筆高達400萬美金的酬勞跟封口費。我必須要講清楚啊，書裡這樣說，當事人那邊不認賬啊。最後我們只能說這是一個指控。可是當你把指控擺進來，整件事就變得很立體啊。對某些人來說，這個老先生繼續選下去，不只是政治信念，是一門生意。他一旦不選了，這筆錢就沒了。請各位記住這個動機，我們第4章會看到，這正是為什麼沒有人想喊停的其中一個答案。這就是2個拜登的真相。對外那個人是剪接出來的、修出來的、放慢，他連走路的影片都要放慢哦。對內那一個是會迷路、會忘記、可能需要輪椅的。而把這2個版本之間那道牆連起來守住的，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那5個人。有網友可能看不出來，因為手上看起來這是一包透明的零食，
但你也知道，在綠幕前面只有一種零食會變成透明，就是乖乖。那你想想看，我怎麼會吃一個還在保存期限內的乖乖？我想死嗎？沒有，當然是因為它已經到期2年了，我把它為了不要浪費，把它拿出來吃。所以這才是一個奇妙的事情。來，我念一下今天的抖內啊，這個 EZTW 歡迎加入小宅，壞掉龍龍酒說，請支持多功能充電線，單人阿魯巴老豬兵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豬祝福打氣，謝謝。我跟你講，我昨天搬我那個超重的筆電來辦公室測試，我才發現，這個酷泰科賣的這一個超大型300瓦充電器，真的是一個好東西。靠，它可以除了它可以接筆電之外，它可以用 Type C 直接推動我那一台175瓦的電競筆電也就是我以後出去旅行，我再也不需要帶我那個超大超重的那個变壓器啊，我就帶一台這個，然後帶出去，插上插頭之後，它就以1擋100，它有一個20瓦的在這邊貼起來，20瓦的筆電的接頭，跟3個 USB Type C 的插孔，一個 USB。幹，這個強，這個超棒的。如果各位像我一樣常有旅行需求，幹，最近沒有旅行需求，因為最近既沒有出差，也沒有錢買那個機票。但如果你常要出差，譬如說龍龍9可以考慮買這個，因為它一台就抵掉你所有的轉換頭了，3個 Type C 加一個 USB 線，幹，這個超讚的。我昨天用了才發現超讚的，但是我還在確認它到底能接多少的 power。很厲害呢，好不好？但我講完了，這個 Mr. 阿開始說支持9哥使用，不過這一台要4000多塊，但我覺得很划算的，因為它讓我的行李瞬間降低3公斤呢，而且以後的線就要帶很少很少，讚。對，這是酷泰科的 Winston Ruby 說，問題是去哪裡買得到呢？請到我們的佳美能置頂連結裡面點選酷泰科系列的產品，這個是氮化鎵多功能充電頭，讚，這個真的很讚，這個真的很讚。有網友說這個乖乖只有在農曆7月15跟過年才會換，但這個制造日期不是它過期的時間是2024年0213呢，好不好？民事阿卡斯海說支持9哥使用多功能充電線，單人阿魯巴豬大活動，請各位網友別吝嗇按讚，手機熱推，有餘力者煩請移駕至阿宅福利社選購精選商品，也請問豬大祝福打氣，謝謝。華哥說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按讚分享影片，感謝。來，我們接下來要進到真正的絕密的環境了。至於你為什麼會覺得很熟悉，好像有看過，這個當然是巧合。來，我們再重複講一下，幕僚怎麼掩護拜登，走路要擋，拍片用雙機位卡接，走台步或者是在台上的時候用熒光膠帶標動線，他就看着熒光膠帶走。講話呢，必須要死盯的提詞機，名字根本是亂叫。好了，各位，這個聽起來很悲傷啊。來，我們進到那個真正的房間，叫做 Politburo。對，這就是蘇聯共產黨那個政治局。
哎呦，看。不好意思啊，我也不是特別節省要把它捡起來吃，因為我不捡，这個辦公室地上就會有零食，那有零食恐怕會有很多小生物，都過期，才過期2年而已，好不好？照吃，我現在很窮，不要囉嗦。來，所以我們要講哦，這個政治局是什麼東西？政治局就是我們前面看到的這5個人啊。Politburo 是什麼概念？就是他們是絕對的權力者，在白宮裡面有個外號叫 Politburo， 就是蘇聯共產黨那個政治局，這個外號是他們自己人取的，你就知道那個權力集中到什麼程度。這個小圈子呢，核心就5個人：高級顧問多尼龍、總統顧問李凱利、政策大腦李德、前幕僚長克萊恩。外加他的家人，政治野心很強烈的第一夫人 Jill Biden， 兒子 Hunter Biden。然後外圍呢，還有一圈吉爾的幕僚長 Bernard， 還有資深顧問鄧恩、副幕僚長托馬西尼。第2道防線，他們工作是擋住任何想要接近總統、想要接近拜登的人。你看這有多恐怖？對啊，過期2年還這麼脆，到底是3秒還是5秒？沒關係，對嘛？你看我過期2年都吃了，誰還在乎地上那幾秒？不在乎啦！來，我跟你講，這道牆真正的原型，也就是在拜登的案子裡面，原來是他老婆垂簾聽政啊！第一夫人 Jill Biden 垂簾聽政，你有沒有注意到第2道防線的頭 Bernard， 他的正式職稱是吉爾的幕僚長，守住總統那整套系統，讓外界沒有辦法接觸的系統，核心不是總統本人，是總統的老婆，總統的老婆呀。這群人做什麼？我講具體的，你才會有感覺。他們把拜登的行程，我跟你講，這個你真的不知道，你只有在我們這邊，我不知道為什麼其他人都不做，可能是沒有新聞性，或是做這個沒有人會看。但是我看完我嚇壞了，媽的，世界上的第一權力主掌者竟然被這樣操作，來。這5人政治局把總統的公開行程死死鎖在每天早上10點到下午4點之間，也就是他 active 他能夠作業的時間只有6個小時，晚上不排任何活動，有的時候下午4點半他就吃晚餐，跟北監一樣，北監是下午3點半吃晚餐的，5點15分。整個人就消失進了私人寢室。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想象看，美國世界上最大的強國，他的總統下午4點半吃晚餐，5點多就收工，這是老人安養院的作息耶，不是一個掌管全球最強軍隊人的作息呀。他們減輕他的工作量，他們減輕拜登的工作量，擋住想要直接見總統的參眾議員。書裡面有一個數字很驚人，拜登成了美國數十年以來第一個任內從來沒有接受過《紐約時報》或路透社正式專訪的現任總統，一個人都沒有。各位，你想想看。當年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是最自由的媒體環境之下，結果他竟然沒有人可以訪問他，沒有人可以讓人家去監督他，他的工作就是負責拍照，負責跟各位呵呵笑，負責跟大家簽名。那你說這他媽怎麼一回事嘞？謝謝 TikTok 這邊的火燒老二小。
林大慶跟 Kate， 還有這個簡簡單單做自己的斗內甘霞林。你看，各位，你想象一下，這代表了什麼？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在最自由的媒體環境，結果他2年沒有做過一場像樣的深度專訪，為什麼？因為深度專訪沒有辦法剪接，記者到現場就會觀察，沒有慢動作，沒有提詞，深度專訪會穿幫，會死的。而且不只是黨媒體，在聽直播的各位，你再想一個更可怕的畫面，到2024年了，連內閣閣員、國務卿、國防部長這種等級的人要見總統本人一面都變得無比困難，好幾個月見不到。幕僚甚至刻意對內閣隱瞞總統的真實狀態。書裡面記錄了一句官員私下講的話，我覺得是這本書讓人背脊發寒最嚴重的一句話。他們擔心的是，這個甚至曾經被人家拿來做過競選廣告，叫做如果凌晨2點爆發了一場國家安全危機，總統根本沒有辦法應對。各位，那個位置凌晨2點，手上有全世界最大核武庫的發射密碼，最靠近他的那群人私下最怕的是什麼？是半夜出事的時候，他醒不過來，撐不起來，沒有辦法溝通。你看，權力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從拜登手上流到守門人的手上。所以這5個人加上那一道防線，本質上在做一件事情，他們在替一個無法獨立運作的元首行使元首的權利。誰決定議程？他們。誰過濾資訊進出？他們。誰最後操縱那一支自動簽名筆？我們第6章會看到，很可能也是他們。而這就帶出了非常大的尖銳的一個問題。當總統是空殼，這群沒有經過任何一張選票檢驗的人，就變成國家的實際攝政者。你各位選的是拜登，你們沒有選過多尼龍，沒有選過李凱蒂，沒有選過伯納爾，但真正在治理那個國家的是他們。講到這裡啊，我們把鏡頭第一次轉回台灣。台灣有沒有這種東西？有沒有一個機構、一個招牌，名義上的主角已經半退場、半失能了，可是這個機構照樣有人在操作、在發聲、在鬥爭？各位自己想一想，是什麼單位？有沒有那樣的一個基金會，前面掛着一位早就卸任的人的名字，後面有一位從來沒有被任何一張選票檢驗過，卻什麼都能拍板、什麼話都能放的操盤手，不擇手段泯滅人性，但是沒有人可以檢討得到他，因為他有一群狐朋狗黨、豬朋狗友跟他站在一起，他用錢買來的這些下賤的傭兵們擁護他，不管怎麼樣子的荒謬的事情，他們都會幫忙辯護。有沒有？你們自己判斷啊。白宮的政治局跟那個基金會的操盤手差別在哪？差別在於白宮這群人至少還在保護他們的主角啊。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那個基金會的劇本恰恰相反，是為了把這個家伙打成肉醬，打成肉泥，打得屍骨無存，只為了自己換來更大的機會。他們錢哪裡來？你去問沈伯洋啊。沈伯洋錢哪裡來？這些人錢就哪裡來。我跟你講，好，那等一下我插個嘴，我實在覺得很荒謬。我認識一個當了記者20年的網友，他竟然覺得沈伯洋玩遊戲氪金，那又怎麼樣呢？我沈伯洋是一個好玩家，我玩遊戲都氪金，不是促進台灣的遊戲發展嗎？我想說，幹。青鳥啊，青鳥！一支持民進黨，智商就下降90%，對不對？
問題不是他氪金吶，我一年氪金可能沒有他一周氪金的多，這都不重要。問題是他媽的，你的候選人不但氪金幾十萬，還裝窮，說他財產只有18萬，而且還要跟這些窮的要死的社會底層的青鳥募款吶！幹，你瞎了是不是？重點在於他騙人，他訛詐你呀！如果連這種小錢、這種人設都要變、都要改，他媽他到底什麼東西是真的？然後你今天跟我講說，玩個遊戲又怎麼樣呢？是一個很好的人呢，那我們也可以支持他。Come on， 重點是說謊。他今天在氪金上面說謊，在財產上面說謊，他媽明天在哪裡不會說謊？有沒有搞錯？噁心是噁心在他還要跟那些比他窮的人募款呢，還要創造一個好像萬民擁戴的樣子。你身為記者，你連這種東西都看不出來啊！不好意思，我講的不是呂布，是另外一個人。我昨天在臉書上亂翻，我剛好翻到，不是那個洗地機啊！你不覺得這太荒謬了嗎？媽幹！原來在支持民黨之前，他是一個正常人呢，他是一個正常的記者，他有判斷能力耶。結果現在竟然跟我講，沈伯洋氪金又有什麼關係？他願意氪嘛？他是一個好玩家嘛？他促進台灣遊戲產業發展。第一個，他氪的也不是台灣的遊戲；第二個，他氪金的規模遠比他承認的要大；第三個，他氪這麼多金，表示他有錢，他有錢跟你募什麼款？真是的，我覺得這個真的很荒謬。好啦，這是外國遊戲，對不對？媽的，認真一點好嗎？大家認真一點，有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好嗎？哦，受不了。來，我講。所以白宮的政治局的5個人，在替一個無法獨立運作的元首運作這件事情。各位，你在聽直播的各位啊，我知道有人會說朱大你扯太遠了吧？美國總統跟一個基金會怎麼能比？我跟你講，我比的不是規模，我比的是模式。什麼模式？就是把一個人名字一塊招牌跟現在實際在行使的權利脫鈎。名字是給外面看的，權力是裡面那只手在用的，規模差10000倍，邏輯一模一樣，但結構是一樣的。權力不在那個名字身上，權力在按筆的那只手上面。有沒有很誇張？好，你覺得這邊誇張就算了，我接下來要進到一個更荒謬的地方。媽的，都知道這個鳥樣子了，怎麼會沒人喊停呢？台灣這邊還有很多的豬朋狗友，還有很多拿錢辦事的傭兵，那為什麼美國的體系竟然沒有人喊停，沒有人說不要不行了？是在為啥？為什麼呢？我們來回答今天最多人想問的那一題：美國有憲法、有內閣、有政黨、有媒體，這麼明顯的衰退，根本不是一個根本就是一個別人呢，根本不是原來的拜登呢，怎麼沒有一個系統把它擋下來嘞？怎麼沒有嘞？來，我跟你講，這一題的答案才恐怖嘞，比有壞人在騙可怕100倍，因為答案是。每一道防線都在它最該作用的時候，因為人性而失敗。我們一道一道分析。第一道，憲法第25修正案。美國憲法其實有專門處理這種狀況的條款，叫做第25修正案。
簡單講就是如果總統沒辦法履行職責，可以把他換下來，聽起來很完美，對不對？聽起來很棒，對不對？但是很抱歉，問題在於啟動方式。第25修正案第4款要怎麼動？要副總統加上過半數的內閣一起聯署宣告總統失能。你發現問題了嗎？第一個，內閣是誰任命的？總統。你要一群总統任命的人去罷免任命他們的那個總統，這違反人性啊！沒有人會咬自己的恩公啊，沒有人會見獵心起反咬自己的主子一口。第二個，要領頭那個副總統是誰？是賀錦麗啊 ，Kamala Harris。他要罷免的是自己的老闆是把他放在那張選票上面副總統職位的人，而且他自己的民調比拜登還差，他去動這個按鈕，等於是政治自殺啊！所以這個憲法修正案第25條專門為了總統失能設計的機制，被設計成只有最沒有動機去按的人才有權利按，他就掛在牆上漂漂亮亮的，永遠不會被啟動啊！你看這故事多麼悲哀！而且這本書裡面還爆了一個更殘酷的料。根據後來另外一本書2024的記載，白宮的核心助手跟醫療團隊在2024年初主動刻意的決定不對拜登做任何認知能力測試。為什麼？因為一旦做了測試，就會留下白紙黑字的醫學記錄，那是會被法律調閱、被媒體拿到的。沒有測試就沒有記錄。沒有記錄就沒有第25修正案的彈藥。各位趕快記得按讚分享，開啟你的小鈴鐺啊，讓更多人可以看到這一集的獨家分析啊。所以各位，你聽懂了這個邏輯有多黑了嗎？他們不是沒有發現問題，他們是發現了問題，然後決定不要去碰這個問題，這樣就沒有人能用這個問題來對付他們。所以這裡給各位小弟我的反向解讀公式記者，只要一個政府公開說總統狀態很好，準備好了，你就應該要知道他正在崩潰的邊緣，因為真正狀態好的人不需要別人天天替他保證。第二道防線，內閣與政黨。內閣與政黨為什麼沒有人反應？內閣那些人，他們難道沒感覺嗎？不是都見不到總統了？有書裡跟報道都寫了，好幾位前內閣官員私下跟記者講。他們跟總統那少得可憐的會議痛苦到讓他們替國家安全擔心，替國安擔心，這是多重的話。可是當時沒有一個人公開講，一個都沒有。為什麼？因為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可以被沒收的東西。內閣官員怕丟官，國會議員怕被指派別人跟他一起初選把他幹掉。幕僚怕被邊緣化，在這個系統裡面講真話的代價是你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完蛋，所以大家都選擇閉嘴，然後祈禱辯論那天他狀態好一點。政黨呢？政黨本來可以辦初選啊，
不管是 Kamala Harris 或者是任何人，就出來跟 Joe Biden 一起辯論嘛，逼出真相。但問題在於，現任總統有壓倒性的優勢啊。沒有人敢出來挑戰，黨內大佬的算盤是，我們就騙到底，我們就硬扛硬護到底，把這個 dirty secret 骯髒的秘密一路撐到大選，結果撐到辯論那天，啪嚓啪康啊，秘密就自己跳出來爆炸了。各位，這邊有一個關鍵的環節，這是什麼？辯論完的隔天，6月28號，其實是有人喊話的，但喊話是媒體，不是政治人物。拜登自己天天在看的那個 MSNBC 的節目主持人 ，Atlantic 大西洋雜誌一口氣登了至少6篇專欄。那個 Thomas Friedman 外交名筆 Thomas Friedman 寫說，那場辯論讓我哭了。他說他想不起來美國總統選舉史上有什麼比這更令人心碎的一刻。那天晚上，連《紐約時報》的編輯委員會都跳出來說，請拜登退選，媒體炸鍋了。那政治人物呢？一片死寂，沒有人敢吭聲。書裡面用了一個意大利文，叫 Omerta， 意大利黑手黨那個保持缄默法則。國會裡、州長辦公室裡，沒有任何一個民主黨人敢公開講出他們私下擔心的要死的那件事，連一個敢放炮的後排議員都沒有。不但沒有人附和，而且党內的大佬還集體衝出來保護 Joe Biden， 保皇黨炮出來啊！奧巴馬發聲明說：“糟糕的辯論之夜難免，相信我，我懂。”柯林頓說他把辯論評分留給名嘴了，裴洛西挺他。跟拜登超親近的南卡眾議員克萊本把這場世紀崩盤輕描淡寫成棒球場上的第一個好球 ，Strike One， 還沒出局啦，大家別緊張。然後最荒謬的事情來了，這場辯論怎麼看都敗，但拜登的團隊做什麼？他不檢討總統的表現，他們檢討媒體報道的方式。競選總幹事發了一篇備忘錄，說這是華府那票精英又在唱衰拜登的老戲碼，大聲宣布說，我們辯論後24小時募到2700萬美元。白宮發言人甚至重新搬出那套老話，說我們總統好棒棒，其實是個超人，24小時運轉，行程超到年輕幕僚都累垮，還能飛戰區嘞。各位，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模式非常川普，就像你最討厭那個敵人一樣。經濟學人當時一針見血的說，民主黨對現實的這種集體否認，本質上非常川普。
拜登其實就是跟他最恨的那個對手學到了同一招，只要你死不認賬，無視所有要你下台的聲音，你的黨最後都會乖乖歸隊。川普這樣玩過很多次，每次都成功，現在換拜登這樣玩。現在換拜登這樣玩，這就為什麼明明媒體在6月28號就喊破了喉嚨，這個防護罩還可以再硬撐整整3個禮拜。另外一本書的作者 Horror 他提出一個說法，我覺得比陰謀論還可怕。他說，拜登團隊跟家族不是壞，是陷入一種集體的否認。他們真心相信只有拜登能再贏川普一次，所以為了守住這個信念，他們選擇性的忽略眼前所有的醫學證據，自己騙自己，一路騙到辯論崩盤，崩盤之後還在等奇蹟。這叫什麼？這是一種心理狀態，叫做因為太想要一個結果，所以拒絕去看那個會擋住結果的事實。各位，這個心理機轉不是只有白宮才有。減肥的人不想站上體重計，欠債的人不敢打開賬單，身體不舒服的人拖着不去做檢查。道理一模一樣，差別只在於別人賭的是自己的身材、自己的錢，民主黨的這些幕僚賭的是一個超級大國的方向盤。所以問題是，怎麼會讓他繼續選呢？這一題最完整的答案是因為一群聰明絕頂的人太想贏，所以一起決定不去看那個他們最害怕的事實。而最諷刺的是什麼？在聽直播的各位，被騙的從來不是老百姓，老百姓其實很清楚的。你看我背後的這個最新的數據，當時的數據是什麼？2023年4月哦，早在開始辯論之前1年哦，只有1/3的選民認為拜登的頭腦清楚。辯論後的立即民調 ，CBS 跟 YouGovernment 有45%的選民認為拜登該退選。你說這明不明顯？這明顯吧，夠明顯的吧？那問題是他們就是不信，他們就是蓋啊，各種掩蓋，各種騙。所以啊，老百姓沒有被騙的。早在2023年4月 ，Pew 的民調就顯示，只有1/3的選民認為拜登頭腦清楚。辯論之後呢 ，CBS 的民調更直接，45%的民主黨選民都是自己人吶，都說他該退了。也就是說，街上的普通人連同黨的選民早就看穿了，真正關在那一個我們家拜登還行，我們家拜登好棒棒的那一個幻覺泡泡裡面的，反而是華府那一群最聰明、最靠近權力的人。普魯夫啊，就是後來幫賀錦麗操盤，也就是2本書裡面少數敢具名開炮的民主黨人，講了一句話說，我覺得可以當做這整件事情的墓誌銘啊。他說，2024年最大的一個教訓就是，我們這個黨，這講是民主黨，永遠不該再去跟人民說，你們親眼看到的東西不是真的。你不能再騙了，你不能再騙你們選民說，我們的拜登好棒棒，我們的拜登其實好厲害，是你們誤解了他，是你們誤會了他。
不對，你不能再騙了。各位，你聽懂了這句話有多嚴重嗎？一個政黨要把不要叫人民懷疑自己的眼睛當成痛定思痛的教訓來學，這代表他們在這之前幹的就是這件事。他們在這之前就是這樣子在騙人。來，第三，那麼最後為什麼最後的最後是一個演員喬治·庫隆尼來戳破？這就是整件事最諷刺的地方。體制內啊，每一個人都看到了，每一個人都不敢說。最後戳破國王新衣的是一個體制外的人，喬治·克隆尼。一個老帥哥，一個演員，為什麼偏偏是他？因為他是唯一一個忠誠到不會被懷疑，又獨立到不需要、沒有辦法有人報復他的人。他是終身民主黨，他是頂級金主。沒有人能夠說他是敵營的奸細，可是他又沒有官位，不能被初選打掉，不能被開除。體制內所有人同時具備動機跟恐懼，只有克隆尼有動機，沒恐懼。於是他做了一件事情，那篇投書我當年也看了。他在《紐約時報》投書，公開請拜登退選。這篇投書的意義啊，不是他名氣大，而是他給了其他一直不敢開口的人一個掩護。他先跳下水了，別人才敢跟。那篇投書的精神呢，我們轉一個翻譯方式跟你講。他簡單的說，叫做我太愛這個老朋友，我太愛 Joe Biden 了，所以我不能再騙他。他說我3個禮拜前在募款餐會上見到那個 Joe Biden。已經不是2010年那個生龍活虎的 Joe Biden， 甚至不是2020年的拜登。換句話說，你已經不是我認識的那個活力滿滿、睿智幽默的拜登了。這篇投書一出來，發生了什麼事情？水壩潰堤呀！水壩潰堤，喬治·克隆尼自己用的字。原先大家都說，這個國王有穿衣服，現在大家都跳出來講，沒有。他投書之後那幾天，原本縮在後面不敢吭聲的議員、金主、評論員，一個接一個跳出來，跟着喊換人。為什麼他們之前不敢，現在敢呢？因為喬治·克隆尼幫他們把第一發子彈打出去了。在聽直播的各位，第一個說真話的人最危險。第二個、第三個就安全了，這就是沉默螺旋倒過來轉。因為平常大家都怕被孤立而閉嘴，可是一旦有人帶頭打破沉默，那些憋了很久的真話會像雪崩一樣一次全倒出來。而那個競選機器第一反應是什麼？不是面對真相，是封他的嘴啊。不是封他們的嘴啊，就叫他不要講話了。喬治·克隆尼先把他想法告訴奧巴馬，奧巴馬說別寫，這樣只會讓他更不肯退。後來拜登的幕僚李凱蒂讀到投書草稿，書裡面說他氣得揚言要封殺克隆尼，講話像是一個黑幫老大一樣。你看，從頭到尾，這個選舉機器的本能反應都不是處理那個失能的真相，而是處理那個說出真相的人。好啊，喬治·克隆尼的這第一發子彈打出去之後，提防就再也守不住了。
我們看一下接下來這個時間軸有多戲劇性。7月13號，川普在賓州造勢的時候被刺，一顆子彈插過他耳朵，差1寸就沒命。幾天後，共和黨正式提名他，然後7月21號就在民主黨自己的全國代表大會前，不到1個月，拜登宣布退選8天，美國政壇從一個候選人差點被打死，一路走到另外一個候選人的政治生命徹底結束。而且，拜登退選的方式本身就是一個隱喻。1968年，詹森總統宣布不連任，是坐在橢圓辦公室裡面，對着全國電視鏡頭莊嚴宣布的。拜登呢？拜登是在網絡上貼了一封信。到那個時候已經有至少35個民主黨的參眾議員公開喊話要拜登退選了。私下想退的人更多。書裡面寫得很白，直到最後一刻，拜登的幕僚還在嘴硬，說絕對不可能退，而且罵那些唱衰的人是精英陰謀。但最後一次，壓力大到連拜登自己都撐不住了。他退選的同一時間，背書了賀錦麗、柯林頓夫婦馬上跟進背書，只有奧巴馬只發了一份稱讚拜登的聲明，沒有背書賀錦麗。這個沒有背書本身就是一句重話。那這一切荒謬了吧，對不对？到底誰決定要繼續選的？這麼明顯是誰拍板 Joe Biden 還要選？不是幕僚。我跟你講，書裡面講很清楚，這件事情這個故事剛好跟台灣相反。要連任是拜登家族的決定。拜登跟家人商量 ，Jill Biden、Hunter Biden， 其他姓拜登的人一起做出來了，然後通知幕僚，幕僚沒有抗議，而且書裡說，幕僚早就學會了一條鐵律，永遠不要質疑拜登家族。Jill Biden 的那位資深顧問 Bernard 被形容成一個特別好戰的執法者，連Topple 都定調說，這本書講的就是拜登的核心幕僚圈以及他的妻子吉爾如何盡全力把他衰退藏起來。歷史上有沒有先例？有，100多年前，威爾遜總統中風之後，他的第一夫人伊莉絲實際上接管了白宮的運作，第一夫人變成國家的實際守門人，而且這個抓住不放的本能，連交棒的那一刻都在運作。另外一本書 Fight 寫拜登退選的時候，當他把棒子交接給賀錦麗的時候，有附帶條件，他要求賀錦麗對他展現前所未有的忠誠，不准對他的施政切割，不准批評他任內那些有爭議的政策。問題是，拜登當時自己的民調爛到不行，這等於是把一個溺水的人呢綁在接班人的腳上，然後叫他游過去贏。更慘的是，連奧巴馬都不看好賀錦麗啊，私下主張乾脆辦一個臨時的迷你初選，繞過他。一邊是前老闆不挺，一邊是現任老闆綁他的腳。賀錦麗那107天，從那時候開始啊，就是綁着沙包在跑啊。各位，到這邊你應該就懂了，對不对？這場選舉不是一個人騙了所有人。是一個家族、一群幕僚、一個政黨、整個媒體圈全部跟着說謊，集體決定不去看那個房間。國王沒有穿衣服，全城的人都看到了，但每個人都有理由閉嘴，直到一個沒有官帽可丟的演員喊了第一聲 ：“Joe Biden 不是我認識的 Joe Biden。”更慘。好，講到這裡，我們一定要討論一個更敏感的問題。這烤玉米我們賣出嗎？100多包了，真的蠻好吃的。有網友買了10包哦。這個 Angelica Wang 說，我們現在有492
夠讚了，各位趕快再按一按，就破個500啦。來，我們最後還是要處理一個最敏感的問題，就是跟健康有關。跟健康有關，什麼嘞？那因為這裡很容易掉進陰謀論的坑吶。2025年5月呢，已經卸任的拜登辦公室發布了一份聲明，叫拜登確診攝護腺癌，Gleason 評分9分，已經骨轉移第4期了。我先用白話解釋一下這個詞 ，Gleason 評分叫做 Gleason Score， 是攝護腺癌惡性度的指數，從6到10，分數越高越凶。9分是第2高，屬於高度侵襲性，骨轉移第4期，意思是已經擴散，沒辦法根治，只能控制。網友問說帶貨連結在哪？帶貨連結在置頂的罐頭那個裡面，請大家趕快點選罐頭烤玉米，請大家點過去，在這個特別活動限量銷售裡面。消息一出來，質疑馬上就來了。川普說，很意外啊，為什麼拜登沒有早點通知大眾？言下之意是他在任內就知道了，又是一場隱瞞，而且火力最猛的一刀，不是來自於共和黨，是來自拜登的自己人。他以前的防疫顧問本身也是腫瘤科醫師的伊曼紐，他公開講了一句，他說他不是最近100-200天才得的，他當總統的時候就有了，大概2021年任期一開始就有了。這一刀很重，對不對？自己人捅的。但是在聽直播的各位，我要請你跟我一起把腦袋從陰謀論切回科學，因為這裡有一個關鍵的區別，被很多人故意忽略掉。伊曼紐說的是他有這個癌症很久了，他沒有說拜登知道自己擁有癌症。有癌症、得癌症跟自己知道有癌症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為什麼可能擁有很久卻不知道？3個科學事實，我跟你講，我們就注重科學事實嘛。第一個，美國的篩檢指南明確建議70歲以上的男性停止做攝護腺的常規 PSA 篩檢。為什麼？因為這個年紀篩檢的壞處會有過度診斷、不必要的穿刺，治療的作用常常大於好處。拜登最後一次已知的 PSA 檢測是2014年，那年他72歲，所以他這10年沒有篩檢，完全符合標準的醫學常規，不是政治隱瞞。第二，Gleason 9分這種高惡性度的癌，在還局限在攝護腺裡面的時候，可能完全沒有症狀。等到一發作、一轉移，第一個攻擊的就是骨頭，所以80幾歲的老人一發現就已經是晚期，這在醫學上並不罕見。謝謝 TikTok 那邊的放跟走抖內的貼圖，來。第三，有些極度惡性的攝護腺癌，癌細胞退化到連 PSA 這個蛋白都不太分泌了。也就是說，就算他真的去篩檢 PSA 蛋白，數字也可能是正常的，照樣驗不出來。講到數字，我給各位一組對照組，第4期已經轉移的攝護腺癌，5年存活率大概只剩30%多，37%左右。如果是早期還局限在攝護腺裡面，發現的早呢，5年存活率是98%。在聽直播的各位，看看這個落差，同一種病早期跟晚期存活率從98%掉到37%，這就是為什麼什麼時候發現這件事情這麼要命，也就是為什麼他到底知不知道，什麼時候知道會變成一顆政治炸彈。但我必須要再強調一次。本台是一個相信科學的科普頻道，
科學能夠告訴你這個落差有多大，但是科學不能證明拜登蓄意隱瞞自己得癌症。你把醫學上的不確定硬凹成政治上的確定，那不是科學，那是獵巫。所以科學上的結論是什麼？科學上的結論是，他離任4個月後才確診晚期，這件事情沒有陰謀論，完全講得通。那為什麼這一集還要講呢？因為這件事情真正暴露的不是拜登騙了大家，而是一個更深層的結構問題。一個國家元首的健康真相到底由誰把關？答案是他的私人醫師，一個受醫病保護可以選擇什麼都不說的私人醫師。當整個制度把元首是否還健康到能按那個核子按鈕這種國家級的問題，完全交給一位律師的自律跟良心去守，那麼當權者跟他身邊人就有了無限大的空間去延遲、去模糊、去隱瞞。科學能告訴我們，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有癌症，但科學也冷酷地告訴我們，在現行制度下，就算他知道，你也未必查得出來。這才是真相最傷人的部分。好了，各位，接下来要叫自動簽名筆啊，這個東西在美國，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你知道了，有一個自動簽名筆模仿總統的筆跡，決定政策的簽署。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最恐怖的後果。2025年10月28號，美国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共和黨主導的發布一份正式調查報告，標題很長很直接，叫做自動簽名筆，總統職權。白宮內部的衰退、妄想與欺騙。這個報告的核心指控是這樣：在拜登任期的最後一段，大量的行政命令、大量的特赦令，包括放走聯邦死刑犯的減刑，包括跟拜登家族有關的特赦，都是用那支自動簽名筆簽的。而問題是，這些簽署找不到清楚的、可追溯的總統本人的授權記錄、決策的活頁夾、簽名的保管鏈，各個幕僚對流程的講法彼此對不上。委員會因此主張，所有缺乏總統親自決策證明的行政行為，在憲法上無效作廢。然後最戲劇性的一段，委員會傳喚了一批核心人物來作證哦。我說過，你在委員會作證，在美國的傳訊哦，之前就吵了半天。美國的傳訊，國會作證，國會聽證會裡面，你說謊是有刑責的，你說謊是有刑責的。所以他們找核心那個政治局那些人來作證，結果呢，御醫 O'Connor 援引憲法第5修正案保持緘默，吉爾的幕僚長 Bernard 保持緘默，副幕僚長托馬西尼被問到拜登或任何人有沒有指示你說謊的時候，援引第5修正案保持緘默。請各位記着，御醫歐康納、吉爾的幕僚長 Bernard、副幕僚長托馬西尼，這3個人是離拜登的身體狀況跟日常起居最近的3個人，最知道真相的3個人，在宣誓過的證人席上面選擇一個字都不講。而監督委員會還做了一件事情，他們發函給華府的醫學委員會，指控御醫歐康納可能出具了不實或誤導的總統健康報告，要求審查甚至撤銷他的行醫執照。我問你啊，如果一切都光明正大，如果你真的只是個盡忠職守的幕僚，你為什麼要行使緘默權？緘默權是憲法給的權利啊，沒有問題。但一整排核心幕僚在誰行使了總統權力這個問題上集體閉嘴，這畫面本身就是一個表象，一定有一個人是他們必須要全力保護，而且不能透露的人。
而且報告裡面還挖到一個關鍵，那個裝的代簽文件決定要不要動用自動簽名筆的 AutoPen 的決策活頁夾，它的保管鏈是亂的。不同幕僚對誰核准、什麼時候核准、怎麼核准的講法，彼此兜不起來。你想想看，這個是放走聯邦死刑犯、特赦總統兒子的文件。結果他的授權流程連一份乾淨完整的那個 chain of custody， 就是保管鏈的記錄都拿不出來。拜登自己怎麼說？拜登2025年夏天接受《紐約時報》專訪，強硬回擊。他說：“我做了所有的決定，每一個都是我做的，所有的特赦、行政命令、立法公告都是我決定的。”他解釋說，自動簽名筆只是一個機械工具，他口頭授權的，幕僚才去批量執行。好，現在重點來了，我要把兩邊都講清楚，這一集才有邏輯上分析的立場。民主黨那邊的反駁是什麼？他們說這個報告是共和黨的政治秀，重草舊聞，根本拿不出證據證明拜登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人代行了權力。而且自動簽名筆是歷任總統的常規工具，奧巴馬用過，川普自己也用過。而法律界的主流意見其實是站在有效這一邊的。我講三個關鍵點：第一，早在2005年小布希時代，司法部的法律顧問辦公室出過正式意見，憲法說的簽署不是總統親手寫，他只是下屬用機器代簽，一樣有完全的憲法效力。第二，特赦這件事，根據1869年的判例，一旦宣告完成就不可撤銷。第三，所以即使後來川普在2025年12月2號跑到社群上網站上宣布要把拜登用自動簽名筆簽的所有文件、所有特赦通通作廢，對不起，他做不到。一個現任總統沒有任何憲法工具可以回頭宣告前任總統的特赦無效，那只是一個政治姿態，法律上等於零。甚至講到最後，你會發現一個很荒謬的事情，連拜登到底有沒有用自動簽名筆簽那些特赦這件事情沒有確認，沒有確認。有網友說，真的不要一邊吃一邊播啦，看着很難受，聽着更難受，幹我肚子餓怎麼辦？這是我晚餐時間欸。那不然怎麼辦？你出錢讓我不要吃晚餐嗎？怎麼可能？而且如果你看得很難受，聽着很難受，他媽就買啊！你自己也可以吃，懂不懂？我們的那個水果啊，我們的那個豐裕蜂蜜啊，純味加小菜，信豐豬肉，哈爾濱水餃，雲漳牧場的牛肉跟罐頭加上烤玉米都在置頂的地方。嘉美人是賣酷泰科的充電電池為主的。好不好？來，所以啊，現在大家一起吃多開心啊！好啊，如果我們不能證明拜登有沒有用自動簽名筆簽那些特赦，這個前提本身呢，都沒有被確證。在聽直播的各位，我知道有人聽到這裡會說，那不就證明特赦無效了嗎？不，我再強調一遍。自動簽名筆本身完全合法。奧巴馬2011年人在法國要簽愛國者法案的延長案，就是用自動簽名筆遠端簽的，沒有人說那無效。川普自己第一任期也照用，憲法只說總統應簽署，從來沒有規定說他一定要親手一筆一畫寫。所以真正的法律爭點，從頭到尾都不是筆，是腦。簽的那一刻，那個下指令的腦袋是不是清醒的、有意識的知道自己在批准什麼？而這一題恰恰就是那一群行使憲法第5條緘默權的人拒絕回答的那一題。所以這一章的真相在討論什麼？不是特赦無效，法律上站不住腳，不是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那支筆合不合法，真正的問題是第0章的那一句，那支筆是誰在操縱啊？
而這個問題的答案，被一整排行使憲法第5修正案的缄默權的幕僚永遠的懸在空中了。自動簽名筆這個系統是合法的，但握筆的那只手到底屬於那個被選出來的人，還是屬於那5個沒被選出來的人？這件事沒有人敢在宣誓之後回答你。荒謬吧，荒謬吧。來，這邊我們要到結論。講到這裡，事情已經很清楚了。我們把今天的東西收成一個結尾，先講3句真話。這個真話沒有什麼疑問，沒有什麼疑問。那為什麼沒有疑問？是因為這個真話基本上沒有爭議。真相是，第一，一個美國總統失能了，而一整套設計好要來防止這件事的系統、憲法、內閣、政黨、媒體全部失靈，不是因為有壞人，是因為每個能喊停的人都有他不喊的理由。真相總是傷人，而科學告訴我們，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病了。同樣的科學也冷酷地說，在這套制度裡面，就算他知道，你也查不出來。守門的永遠都是那一隻你看不見的手。這是科學終將勝利的這一條，只是勝利的方法是讓你看清楚自己有多麼無能為力。但問題是，這些人為了不放手，付出了什麼代價？為了多撐1年那個位置，他們撕裂了自己的民主黨，架空了民主黨的接班人，把國家交給一群沒人選過的幕僚去攝政。然後呢，在辯論台上，所有的籌碼一次輸光，最後親手把白宮交還給那個他們嘴上說存亡威脅他們最恨的川普。這就是等價交換了。你死命抓住權力，最後權力連同一切從你手上整個流走。緊握權力的人，最後什麼都沒有抓住。我們把這一筆等價交換的賬單算清楚，他們想要的是再多4年的權力啊，但是結果付出了什麼代價？第一個，賠掉了一個團結的民主黨，黨內為了要不要換人撕裂成2半。第二，賠掉了接班人，賀錦麗被綁着沙包上戰場，107天輸掉全部7個搖擺州。第三，是最大的一筆賬，他們賠掉了當初唯一的理由。各位還記得嗎？他們說服自己非選拜登不可的理由，就是只有他能擋住川普。結果呢？正是因為硬保拜登，川普回來了。他們為了擋川普所做的每一件事，最後通通變成川普回來的原因。這就是等價交換最殘忍的形式。你為了一個目標付出一切，結果你付出那個代價，恰好親手摧毀了那個目標。各位啊，拜登當年出來選的時候講過一句很漂亮的話，他說他要當一座通往新世代的橋，意思是他老了，他知道他只是個過渡，他會把棒子交給年輕人。結果呢，寫《Flight》這本書的2位記者給了他一個最殘忍的結論，他們說啊，拜登的確成為了一座橋，但不是通往新世界的橋，它是一座從一個川普任期通往下一個川普任期的橋。這就是他一生最後的等價交換。他想當那道擋住川普的牆，到頭來他變成那座送川普回來的橋。我最後要把鏡頭最後一次轉回台灣。
我要你注意一個關鍵的差別。美國這個故事雖然殘忍，可它有一點點溫度。為什麼？因為到最後逼拜登下台的那些人，喬治·克隆尼、Van Jones、Sarge， 他們是因為愛他，他們捨不得拜登，他們難過，他們含着眼淚，但是他們給了拜登一個體面退場的機會。喬治·克隆尼那篇投書的本質是我太愛你了，我不能再騙你。這就是我今天最想要跟各位講的一句話。當你看到美國人為一個老去的總統難過惋惜，我要你記住，那種該難過、該惋惜的溫柔是一種奢侈品。因為在台灣你看到的劇本剛好相反，美國是因為愛請他休息，而在台灣看到的身邊的那些人，恐怕不是要讓誰休息。一塊還能用的招牌，一個還能發聲的名字，當成繼續鬥爭的棋子，能用一天就再用一天。差別不在病，差別在於身邊的人是因為愛你，還是要用你。只要那些人天天說他狀態很好，他很關心，他想要怎樣怎樣，你就更該問一句，那到底是他想要的，還是你想要的？只是借他的嘴講出來呢？所以今天這一集叫做美國教訓。教訓在哪裡？教訓是一個被權力綁架的老人，至少在美國還有人捨不得他，而在台灣一塊被人家拿去當武器的招牌，連被人惋惜的資格都不會有。美國人為拜登流的那一滴眼淚呢？台灣這邊沒有人會替你流，因為從來沒有人會保佑台灣，只有台灣人自己看清楚，龍庭上坐的那個名字跟真正按筆的那只手，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那支筆到底是誰在按呢？今晚的萬事通事務所到這邊告一段落，我們下次見。我趕快來結束我們的意見調查呀！各位，拜登究竟為什麼可以在失智的狀況下騙過這麼多人？第一名是因為身邊的陰謀家安排的好，44%。然後第二個，哇，這跟第二個差不多，因為這就是失智的悲劇，只要有親信介入，事情就會不可收拾，42%。第三是因為美國人也是鄉愿，不敢面對。我跟你講啊，台美的劇本不一樣，但是細節我就講不出來了。好了，有網友問說，那個狗皮膏藥在哪裡？好，馬上貼狗皮膏藥，好不好？來，各位，這就是本台今天直播短短的90分鐘要跟各位聊的事兒。如果各位要抖內，這個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那各位可以抖一抖，但是你也聽到了一個台灣沒有人聽過的八卦，就是拜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拜登到底怎麼做？到底怎麼搞的？哎，很無奈啊，很無奈啊。華0514，哎，華哥，你幹嘛這麼急嘞？好了，各位要投票了。今天的內容，如果你覺得內容好，講的也不錯，請按1。如果你覺得內容好但講的不好，請按2。如果你覺得內容不好，講的也不好，請按3。請大家投票了。那個 BBD 說，怎麼感覺今天比較短？是昨天講太久嗎？其實我們的直播本來就是90分鐘到2個小時啊。你不能每天都硬是要講到2個小時吧？
呼，好，來我看一下哈。昨天什麼雨？謝謝什麼雨的抖內，然後這個還有人抖內了不講話，什麼照？謝謝你的抖內。凝視深淵說收到了烤玉米，好吃，辣味還好，沒有很辣，真的是追劇小零食。期待有其他的追劇新品，幹我們辦公室還有很多嘞，趕快賣完之後我才有辦法再賣啊。靠腰。好，媽的，我又沒有關聲音哦。好了，各位聽到，支付寶到賬1元，表示我有收紅錢，但沒有收很多。這個什麼什麼明說不錯的內容，反觀台灣呢？台灣就沒辦法，這一局真心沒有辦法講，因為實在太臭了。什麼？林嘉欣說：“我昨天不用逃院，醫生不給我手術，又要拖了。”哇靠！林嘉欣的耳朵一直搞，搞不好哦。好啦，今天的直播到這邊，就是祝林嘉欣的身體趕快康復，好不好？那我們也就開開心心的到這邊。那難得有一天做比較短，好不好？你不要再每天都要做到2個小時，我晚上睡眠都不足了。嘉欣是本來要動手術，他耳朵破了一個洞，要用包皮把它蓋起來，但是沒有成功。好了，明天的題目呢，不是攝護腺手術，很意外，偏偏不是攝護腺手術。我看一下，我明天是什麼題目？哦，明天是昨天的那個南韓紀錄片的第2集啊！嗨呀呀呀，好，沒問題。耳朵長包皮，包皮可以拿來救援的。好啦，各位，今天的直播到這邊告一段落啦。那我們就跟大家好好的這個說拜拜，好不好？那希望各位明天可以一起再繼續說看我們的節目。拜拜拜拜拜拜。